离京的第3年，我的夫君要纳妾了。对方是自小寄养在我家且患有腿疾的远房表妹。表妹搭上李木良我不意外，意外的是这桩亲事是我母亲为她求来的，她的嫁妆更是我祖母亲自置办的。仿佛表妹才是金尊玉贵的将军府千金，而我这个替父兄戍边的女儿却成了白家的耻辱。表妹很得意，堂姐，若你不同意我进门，木良定会休了你。我被气笑，答应让她入门。毕竟我也很想知道，战场上的手段若用在她和李木良身上，他们谁能熬得更久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收到李木良要纳妾的信，我在帐中哭坐了一宿。飞霜鼓起勇气掀起帘子，原是准备痛骂李木良一顿的，见我眼睛红肿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飞雪挤开他，把白粥放在我面前，又塞了个馍馍到我手里。将军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杀人。我抬起眼皮啃了2口馍馍，硬得像石头一样，味道也十分干涩，每咬一口都得硌一下牙。这么难吃的东西我已经吃了3年，着实有点想念娘亲和祖母的手艺。李木良在信里说，他和我表妹许如意的亲事是我母亲亲自求来的，许如意的嫁妆更是我祖母亲自置办的。我根本不信，我才是将军府千金，是白家唯一的亲女儿。父兄失踪后，我替他们戍边3年，连取川州、北河2城，这才保得白家万全。母亲和祖母怎么可能帮着许如意抢我夫君呢？这指定是李木良为诓骗我允许如意入门编造的谎言。可心砰砰跳得厉害。飞霜、飞雪，随我回京。即行7日，我赶在李木良与许如意大婚前一天回到京城。熟悉的家门上挂满红绸，门前红毯铺到了街道口，排场比起3年前我出嫁时还要气派。几名下人正在给门前的石狮挂绣球，金灿灿的绣球串引得街坊邻居们纷纷驻足议论。将军府嫁女儿果然出手阔绰，我听说明日将军夫人和老太君会派喜钱，咱们可得早点来。派喜钱？可嫁人的不是表小姐吗？将军府唯一的女儿现在正在北河守城呢。这你就不知道吧？白明月嫁人之后擅自跑去北疆，3年未归，李家早就想休妻了。将军府也不愿认她，这才提出让许如意嫁给李木良为妾，以维系2家关系。那许如意有腿疾，李木良竟也不嫌弃。许如意聪慧多才，又温柔孝顺，这3年与李木良一同研制出织造机、刀车等等器械，屡受皇上嘉奖。他们2人这是日久生情了。日久生情吗？我与李木良3岁相识，6岁定亲，16岁成亲，难道13年情谊不如3年久？他怎么就与许如意生了情？手里的红缨枪一紧，我越发觉得眼前的红很刺眼，索性踏马跃起，一枪挑断门楣上的红绸。飞霜、飞雪，把这些碍眼的东西全都给我烧了。飞霜、飞雪利落的清理残局，我冷冷提枪入府。不出意料，下人们说许如意在木兰院中，那是我的院子，当年许如意便是为与我抢这院子，摔断了腿。当时她才8岁，摔断腿后便不怎么与我们一块玩了，总把自己锁在屋子里，性子越来越孤僻，胆子也越来越小。记忆中她是很怕我的，每次我一吼她，她指定要哭。但如今她正拿着竹条一下一下抽打我曾经的丫鬟。巧遇，老夫人与夫人都说了，从今往后我就是将军府的小姐，你若再敢喊我表小姐，我便命人撕烂你的嘴。巧遇跪在许如意跟前，手臂已被抽出一道道血痕，她疼得发颤，却仍死心眼的不肯改口。表小姐，将军府的小姐只有1位，巧遇心中的小姐也只有1位。是吗？你还惦记着北疆那位？只可惜你死了，白明月都不知道你这么忠心呢。许如意嗤笑一声，再度高举竹条，落下时她却傻了眼。我宛如鬼魅般闪身至她跟前，牢牢拽住竹条一端，似笑非笑地看着她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许如意双眼瞪得像铜铃一般大，下意识打了个寒战。这是我家，我不能回来。我轻轻一抽，夺走了许如意手中的竹条，回头看了巧玉一眼，示意她起身。但巧玉犹豫了片刻，只是怯怯地望向许如意。许如意垂下脸，心虚地摸了摸鼻尖，
表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不过你突然回家，我什么都来不及准备，怕是要招待不周了。这话说的，仿佛他才是将军府的主人，而我是外人。我微微敛眸，打量起许如意，她和3年前一样，坐在轮椅上，纤弱的身子好像风一吹就会飘走。不同的是，如今她穿上了昂贵的蜀锦，头上戴着珍宝阁出品的首饰，添了不少贵气。腰间的一整块翠玉尤为惹眼，正面镌刻着良字，大抵是李牧良送的。这块玉可比5年前李牧良送我的那块要大得多。察觉到我视线中的酸涩，许如意很得意。表姐，我与牧良的婚事乃陛下赐婚，若你不同意我进门，牧良定会休了你。陛下赐婚，难怪他这般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但我同样也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我拿起竹条，冷不丁抽在许如意脖子上，她白皙的玉颈瞬间被刮出一道血痕。许如意，你占我的院子，打我的丫鬟，抢我的夫婿，真当我死在北疆了？今日不打死你，我不姓白。明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快住手！明月，你疯了吗？祖母和母亲得知我突然回京，匆忙赶到木兰院。向来疼我疼得跟眼珠子似的二人，此刻见许如意受伤，竟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匆匆从我身边穿过，毫不避讳地挡在许如意身前。明月，你一回来就欺负如意，这像什么话？是啊，明月，如意她是你的妹妹，未来在李府后院，你们还要相互扶持的。妹妹，我啐了口痰，白了母亲和祖母一眼。将军府好心收留许如意，让她白吃白喝9年，如今她却妄想爬上我夫君的床，我可没有这种狼心狗肺的妹妹。话音刚落，啪的一声，微风静止了一瞬，脸上传来火辣辣的痛感，心脏刹那间皲裂破碎。我的母亲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了我一个耳光，她红着眼，声音压得极低：明月，快向如意道歉。如意她嫁入李家都是为了你，为了将军府，为了我嫁给我夫君为妾。多么可笑的说辞！母亲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，握着红缨枪的指尖因太过用力变得清白。祖母察觉端倪，朝我露出一个不怎么用心的笑容，温和劝道：明月，你奔波数日，先去洗漱一下吧。她给身旁的刘嬷嬷递了个眼神，刘嬷嬷会意，上前想取走我的红缨枪。我瞪了她一眼，枪柄落在地上，荡出澎湃的杀气。洗漱？我的院子都被许如意占了，敢问祖母，我该去哪里洗漱？祖母语塞，看了看母亲，又看了看我握着枪青筋凸起的手背，张了张嘴，愣是没吭声。母亲拧眉，没耐心地斥责道：府中空房多了去，怎么你非得和如意争这院子？你与李牧良可是拜过堂了，如今回京按理说也该回李家住的，跑来娘家逞什么威风？逞威风？打我丫鬟逞威风的难道不是许如意吗？我有点恍惚，3年没见，我的母亲好像已不是我的母亲，祖母也好像已不是我的祖母，他们全都站在许如意身边，为了许如意与我针锋相对，而真正的始作俑者却躲在他们身后，洋洋得意地审视着我。许如意似乎在期待从我脸上看到崩溃挫败的表情，只可惜她永远也不可能如愿。身为一军之首，我从不会崩溃，也绝不认输。许如意，小时候你跟我抢木兰院，结果摔断了腿，今日你还敢觊觎我的东西，就不怕丧命吗？我撞开祖母与母亲，将刚刚那一巴掌狠狠挨在许如意脸上，又猛地将她从轮椅上拖起，拖至房门口。屋子里的摆设全都变了样，我的东西一件也看不到。你住过的屋子太脏，我不会要，但即便是我不要的东西，也轮不到你用。飞霜飞雪，把这儿从里到外通通给我砸了。飞霜飞雪高声应是，祖母和母亲气得捶胸顿足，大骂我不孝。我掏了掏耳屎，弹在许如意脸上，骂早了，待会儿我扒了许如意的皮，你们再骂也不迟。祖母身体一向不好，竟被我气晕，许如意哭喊着要爬过去。我和飞霜飞雪却有条不紊地开始砸东西，一时间院子里乱作一团。突然，一批衍生的家丁将我围住，领头那人正是我3年未见的夫君李牧良。他身上的朝服都没来得及换，就这么风风火火地率家丁闯府救人，看来许如意对他来说确实不一般。
白明月，你这个妒妇，你千里迢迢赶回京城，就是想折辱如意吗？要娶如意的人是我，爱上如意的人是我，你有什么不满，都冲我来。好啊，我笑着走上去，拧断了李木生的右手。准备拧左手时，母亲拦下我，明月，木生是你的夫君，你怎能如此不知轻重？来人，把大小姐带到祠堂去。离京不过3年，忤逆长辈，殴打夫君，也成这副德行，白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说完，母亲院子里的嬷嬷就要来压我，挂在他们腰间的金绣球很是晃眼，想来是母亲因许如意出嫁赏赐给他们的，还真大方。那母亲知不知道，我一件袄子穿了3年，皮靴上有7、8个补丁？又知不知道，一枚金绣球能换足10担军粮，够一小队士兵吃1个月？大小姐，失礼了。2位嬷嬷朝我伸出手，下一瞬，他们变成了2具尸体。明月，你……母亲大惊，吓得脸色苍白。我没理会她，提着带血的红缨枪走到李木良跟前，阴森森地对他说：“夫君，我也不是小气的人，既然你如此喜欢许如意，那我便答应让她入门，可好？”李木良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沉默以对。母亲则匆匆带着昏厥的祖母逃离芙蓉院，她走得好急，仿佛自己的亲生女儿是什么洪水猛兽一般。我唇角微勾，这回京第一战是我赢了。汪汪！这时，一条小土狗从转角窜出，兴奋地扑向我。我一眼认出，那是3年前我捡回家的小奶狗阿黄。阿黄，3年不见，你长大了。小土狗听见我唤它，尾巴摇得欢快。我揉了揉它的小脑门，如今白家只剩你还欢迎我了。3年前，原本答应要送我出嫁的父亲和2个哥哥迟迟未归，只是我大婚那天，北疆才传来消息说他们失踪了。一起传出的还有他们3人通敌的谣言。白家4被架在火上烤，若天子一怒，驻守越丘城的20万白家军恐怕也会受牵连。当晚我还没来得及和李木良洞房，便脱下嫁衣，换上戎装，连夜奔赴越丘城，连取川州、北河2城，收回大州失地，这才保下了白家和白家军。为了寻找父兄，我在北疆待了整整3年，未成想，不仅没有找回他们，如今连母亲和祖母也失去了。小姐，是巧玉没用，巧玉未能帮小姐守好木兰院。巧玉的声音将我拉出回忆，她说自我离京之后，祖母和母亲陆续染上疫病，许如意不分昼夜贴身照顾他们整整3个月，这才入了祖母和母亲的眼。那之后，许如意每日都会去2人院里问安，见祖母和母亲因牵挂北疆郁郁寡欢，便带着2人听取郊游。也是在郊游时，他的轮椅滑下山坡，偶然之间被李木良所救。自此，他们2人频繁来往，生出了情愫。听完巧玉的叙述，我敛下眼睫，世上哪有这样巧的事情？刚好郊游时轮椅滑下山坡，又刚好被李木良所救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一切都是许如意安排好的。她从小就喜欢抢我的东西，木兰院、祖母和母亲，然后是李木良。但她未免也太小瞧我了。我能守得住国门，又怎会守不住这小小的家门？入宫面圣时，我已想好用军功求陛下让我留在京城。从今往后，就与许如意同住一个屋檐下。我要把那些战场上的手段统统用在他和李木良身上，看看他们俩究竟谁能熬得更久。结果在宫门口遇上姨奶奶庄韶华，她带着霍家18位英烈的灵卫跪在宫门口，为她孙女霍家怡求懿旨和离书。对于誉王宠妾灭妻、刺伤家仪的事，我略有所闻。望着霍家3代18位英烈的灵卫，同为君者，我忍不住下了马，答应帮姨奶奶劝劝陛下。姨奶奶和我祖母一向不对付，但那日她放下面子，朝我点头致谢。我不忍让姨奶奶失望，也见不得中门之后被糟践，索性拿军功换了霍家仪的和离书。当我如约把圣旨交到姨奶奶手上，她动容地提醒我，日后经过天水沟时要万分小心，别遭了敌人的埋伏。天水沟是京城回北疆的必经之路，离京城不远。我虽不明白姨奶奶为何觉得那里会有敌人，但我还是很感激她。如今我的祖母、母亲都已经不在意我了，还能听到一声亲人的问候，挺珍贵的。离宫后，我回了霍家，本想着把小黄带走，
找了一圈，却没瞧见他的身影。随手抓了个婢女询问，婢女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小黄好像在后厨。”后厨？他声音里的恐惧让我隐隐有不好的预感。我飞奔向后厨，却听见许如意的婢女翠环在骂小黄：“狼心狗肺的东西！小姐每天喂你吃肉，你竟还惦记着别人。这下好了，小姐亲手宰了你，轮到我们吃你的肉了。”什么？我定睛一看，小黄鲜血淋漓地倒在地上，他被人开膛破肚，肚子上的血这会儿还在往外流，而翠环嫌弃地蹲在一旁洗手。也是够倒霉的，那么多丫鬟小姐，偏偏让我抱你到后厨，恶心死了。翠环伸出脚，但还没踹到小黄，就被我的枪刺穿。翠环痛得大叫，拼命往外爬，腰间的金绣球蹭掉了，也没敢停下捡。我单手抱起小黄的尸体，任凭小黄的血水沾在军甲上。小黄，我这就为你报仇。待翠环爬到人来人往的连廊里，我用枪慢悠悠地划开了她的肚子。下人们没见过这种恐怖场景，吓得四处逃窜。许如意却孤身一人朝我走来，她的脚步一深一浅，似乎比以前走得快了些。表姐，你看我走得好吗？我没理她。许如意从小时候就是这样，明明能走，却硬要待在轮椅上。她说她害怕听见别人叫她瘸子，事实上除了她自己，根本没有人会叫她瘸子。表姐，你不说话啊，是因为我走得还不够好是吗？我已经尽力了，昼夜练习也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走路。许如意，你算正常人吗？算的话，为什么你养了小黄3年，连一丁点感情也没有呢？许如意颤抖地笑出声，表姐，为了和我抢木兰院，你害我摔断了腿，那你对我有一丁点感情吗？你问我为什么要杀小黄，得不到的东西就毁掉，难道不是你今日教我的吗？你知道吗？小黄的肚子好软啊，我用你送我的匕首轻轻一划，瞬间就破开了，然后我掏出了他的心脏。表姐，我知道你不会杀我，因为你想从我手里重新夺回一切。许如意逆着我，笑意嫣然。我抱着小黄转身，似又想起了什么，脚步一顿，表妹，明日喜宴，我帮你邀请乔文宇可好？许如意瞬间沉默，良久才道：表姐，不必牵扯其他人，我与乔大人早已断了联系。联系是断了，情断了吗？我将许如意脸上的慌张尽收眼底，她刚刚只说对了一半，我不杀她并不是为了夺回什么，而是为了让她生不如死。像她这种人，死才是解脱。翌日，白府内外挂上白布，地上洒满纸钱，喜宴被改成丧宴，所有宾客都是跟随我从北疆回京探亲的白家军。一早赶来领喜前的百姓们疑惑，今日不是许如意出嫁吗？将军府谁死了？莫不是老太君先逝了吧？听说她身子一向不好。这许如意也是倒霉，大喜之日克死了老太君。听着百姓们的议论，我郑重澄清：诸位，今日白家丧宴是为忠犬小黄办的，我祖母还没死，不过也快了。昨天我把小黄的尸体抱到祖母跟前，当着她的面为小黄缝好肚皮。她被吓得心急发作，郎中说她已病入膏肓，剩不了多少日子了。可即便身子已经虚弱到站不稳，祖母却还坚持要送许如意出嫁，这等偏爱实在是叫人羡慕。但我也没说什么，示意飞霜飞雪把府中重新布置了一番，为小黄设了个别致的灵堂。那天晚上，我连续杀了3个看不顺眼的老妈妈后，府中下人再无人敢忤逆我，连母亲也只能唉声叹气地陪在祖母身边，劝许如意暂时别招惹我。许如意的确没招惹我，她被飞霜压着，为小黄披麻戴孝，抄了一遍又一遍往生咒。听见喜悦声，我并没在门口等许如意出门，而是策马前往李家。我一身戎装，持红缨枪站在李家大门前，替公婆招呼宾客。由于我3年不在京城，认不得人，只好一个一个询问宾客们的名字，并让飞雪登记。那些官员们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却似没看到过死人内脏一样，总要盯着我插在红缨枪上心脏看很久，然后借口头疼脑热匆匆告辞。也有几个身体康健的，比如乔文宇、姨奶奶、三皇子沈长渊，他们倒是进到李府中喝了杯喜酒。和我预想中的一样，李木良和许如意故意避开我，并没有在前厅出现，而是从后门入府躲进了东院。3年前，
我和李木良也准备在东院主屋里洞房花烛的。3年后，他怀中佳人却已变成了许如意。我特地在门外多等了一会，听见表妹娇羞的声音，才猛地一脚踹开房门。许如意吓了一跳，缩进被子里。李木良光着膀子，手忙脚乱地捡地上的亵裤。白明月，偷看人行房事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脸自然是要，但我更想要你的子孙根。毕竟这是我回京以来最期待的一幕。手起刀落，李木良的子孙根被生生斩断。我踩在那团血肉上，不好意思地冲惊如小鹿的许如意笑：“表妹，不必谢我，现在李木良和你一样是个废物了。”第2日，李木良亲姐姐云贵妃派人将我和李木良接入宫中。皇上事事顺从贵妃，竟叫来皇后，想让李木良一个外男留在宫中休养。至于我，云贵妃不知从哪听说我带了3万人回京，给我扣了一顶谋反的帽子，非要皇上将我下狱。陛下，白明月若不是想谋反带那么多士兵回京，是为什么？爱妃，白家军镇守北疆，他们中10年没回过家的士兵，这次才跟着一同回乡看望父母妻儿，这是朕允许的。云贵妃不依不饶，这3万人都去了哪里？白明月，你可有凭证？有，就在兵部侍郎乔文宇手上。乔文宇奉命将登记探亲士兵的名册带到御书房中，云贵妃也不傻，这只是名册，他们到底回乡没无从知晓。陛下，无风不起浪，你可得好好查一查。皇上思忖片刻，命乔文宇即刻前往京城隔壁的崇武城、奉先2城调查。白将军，你可千万别辜负了朕对你的信任。我和乔文宇一同走出御书房。小时候，白家和乔家是邻居，他曾跟我们玩在一块。后来许如意摔伤了腿，他便只陪许如意一个人玩。我记得我出嫁前，他和许如意都还是很要好的，2个人一块捣鼓些稀奇古怪的小东西，日子也过得蛮有意思。母亲还与我感慨说，如意若能嫁到乔家就好了。不知这3年里，许如意和乔文宇出了什么变故，让那个曾经真诚热烈的少年看起来像换了个人。我注意到他低着头，似有些欲言又止。乔大人，可是想问我表妹？乔文宇抿了一下唇，心虚地摇头。我自顾自地说，昨夜如意她没受伤，但今日可不一定了。我话音刚落，乔文宇便肉眼可见地紧张起来。白将军，这是为何？我故意看了一眼他抱在怀中的名册，心情一不好，我就会想拿妾室出气。乔文宇拧眉，安静地陪我走了一段，临近宫门前，他主动开口：“将军所忧之事，文宇会尽力办妥，还请将军善待如意。”好，我唇角微勾，和聪明人说话就是愉快。回去后，我的确没对许如意怎么样，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他：“表妹，乔文宇为了你，马上就要犯下欺君死罪了。”许如意的表情一点点皲裂破碎，半咬着唇，发不出任何声音。为了跟我抢东西，舍弃自己真正的爱人，一定很难受吧？这种深入骨髓的伤痛，犹如一道无法愈合的裂痕，会深深嵌入许如意漫长的生命里，终将如影随形，伴随一生。但我没想到，许如意手里还握着一张底牌。第2日，皇上急召我和许如意一起入宫。我的表舅舅许如意的爹许世山突然回京，他不仅带回了我父兄3人皆已殉国的消息，还擒住了大金名将宇文成。但凡武将之家，没人不晓得宇文成这个名字。他年轻时曾率大金将士连破18城，差点就打到京城脚下，最后被我父兄前后夹击，败在天水沟。许世生这次竟能生擒他，着实是大功一件。皇上很高兴，问许世山要何奖赏。许世山瞥了一眼许如意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求陛下赐如意平妻之位。”平妻？皇上犹豫片刻，竟同意了舅舅的请求。白明月，前些天你用军功为霍家仪换了一纸和离书，如今许世山用军功换许如意的平妻之位，朕没有理由拒绝。从今往后，你与许如意不分大小，2人需好好相处。出了御书房，我肺都快气炸。许世山故意叫住我：“明月，想知道你父兄是怎么死的吗？”我冷漠反问：“难道他们不是被你害死的吗？”许世山没想到我会说得这么直白，愣怔了一瞬，原本想说些什么，宫外突传消息，誉王死了。誉王是皇后之子，
也是炙手可热的太子人选。他的死讯一传开，宫里立刻乱了起来。禁卫军关闭了所有宫门，陛下所在的御书房也被严密地保护起来。后宫里陆续传来太监宫女的惨叫声，北风呼呼吹来浓郁的血腥味。我微敛眼睫，有人这是按捺不住，开始逼宫了。那正好，这时候死2个无关紧要的人，没人会在意。我猝不及防地对许世山出手，没想到他早有防备，挡下这一击。但我原本的目标就不是他，一转身袭向许如意。许世山大惊失色，急切地想要护住女儿。如意，到爹身后来。许世山想伸手抓住许如意，无意间露出破绽，我趁机拔下发钗刺进了他的喉咙。如意，逃！许世山死死抱住我脚踝，为许如意争取逃跑机会，可许如意没有听他的话。他跪在地上，朝许世山磕了3个头，然后伸手握住那支钗，猛地往里一推。许世山彻底死透。表姐，皇后提前行动了，你快跟我走。许如意站起身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一瘸一拐地带我走向后宫深处。我知道她昼夜不停地练习走路，根本不是为了走得好看，而是此刻能为了走得更快一点。我也知道她带着小黄绕着皇宫找了很久很久，才找到这个稍大且隐蔽的狗洞。姐，大金的行军图你应该已经拿到了，天水沟是最佳的决战地点。马匹和武器藏在树林里，那把枪应能助你顺利登上山顶。姐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救大周。许如意的眼泪像小时候一样，根本止不住。我抱了她一下，是我们一定能救大周。我爬出狗洞时，飞霜飞雪都还候在宫门口。我命飞霜入宫保护许如意，自己则带着飞雪前往小树林取东西。早在我收到李牧良那封纳妾信前，就隐隐预感到京城出了问题。长达半年的时间里，大金没有任何异动，而陛下连续几次召我回京，就仿佛带我离开北疆后，某些人要做什么。收到纳妾信后，我更加确定了这一点。我深信祖母、母亲根本不可能做出帮如意抢我夫君这种事。我也相信如意绝不会和李牧良互生情愫。如果他们这么做了，那么只有一个理由，他们希望我回京。于是我马不停蹄地赶回京城，一到家门口就看见在石狮子上的绣球串，一边3颗一边4颗，并不对称且是金色的。我立刻想到这是祖母给我的暗示。3年前父兄失踪时，祖母就曾怀疑过家中有大金的细作。果然，入府后我在祖母、母亲和如意的婢女腰间都看到了象征大金细作的金绣球，一共6个，第7个是巧玉。如意在抽它的时候摸了2下鼻子，这是小时候我们玩捉强盗游戏时，我和如意私下约定的口令，摸1下代表没问题，摸2下则代表是强盗。确定了谁是细作，我借口与如意争风吃醋，杀掉了6个细作，唯独留下巧玉继续对外传递白家消息。由于我赏了他很多好东西，巧玉笃定我对他深信不疑。其实我对锦白家内就有7个大金细作并不感到意外。这3年里，我在追踪父兄下落时，无意间查到大金前朝制定的血禁计划，即把数百名美貌的细作送到大周，让他们成为朝臣妻妾或入宫为妃，生下带有大金血脉的孩子，慢慢分食大周的权力，达到兵不血刃吞并大周的目的。血禁计划至少已进行了上百年，上千名大金女孩为了他们的国家远离家乡一辈子。这种难以言说的思乡之苦，让他们之间传承着特别的传统，即成婚时定制一枚带有家乡符号的戒指。这隐蔽的思乡之情，却最终也成了他们的催命符。祖母陆续除掉许多细作，迫使他们不得不联合皇后一党做最后一搏。而李牧良的婚宴就是给大周重臣下毒的好时机，所以我把白家婚宴换成丧会，又在李家门口把朝臣们统统吓走。我与飞霜一起来到小树林，这里充满我的年少回忆。彼时如意8岁，我11岁，她是我身后的小跟屁虫，因为闹着要一起住木兰院，在和我赛马时不慎跌落马背，摔断了右腿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她变得自卑安静，不愿出门，甚至连自己家的院子也不愿待，怕下人们用异样的眼神看她。我不想她一直这样消沉下去，在家附近找了这片隐蔽的小树林，每天哄她出来玩。她关着房门拒绝我
我就蹲在窗口上喊他。他把窗子也关上，我就爬房顶，掀开瓦片喊他。他捂着耳朵不听我说话，我就拉上哥哥们还有乔文宇捉了好多萤火虫，让萤火虫牵引他来到小树林。我永远记得那天深夜，他借着萤火虫的光芒，看到我们4个被蚊子咬了满脸包又哭又笑的表情。他攥着衣角对我说，表姐，你不必为我做这些，我不怪你。我只是难过自己不能奔跑，不能骑马，不能练枪了，难过长大后不能和我父亲一样去北疆杀敌了。谁说不能杀敌？你看祖母，她身子不好，从没上过战场，但她自学医药，钻研时局，她做的丹药，想的计谋都被父亲用到了战场上，关键时刻甚至可以左右战局。如意的眼睛亮了，自那天起，她开始捣鼓手工，还真做出些名堂。每次做完，她都会第一个拿给我看。如意说，等我去了北疆，就把她做的这些器具都带去。在小树林里拿到如意准备的东西，我与飞雪策马疾驰，一路奔向京郊，召集3万白家军，按行军图指示赶往天水沟。皇后李牧良等人的计划竟是拿下京城，与大金军队里应外合，瓜分大州。这张布满血迹的行军图是如意从李牧良那偷的，又把它藏在小黄的尸体里，悄无声息地送到我手上。我没有怪他用这种方式传递消息。养了小黄3年的如意，才是那个最不舍小黄死掉的人。可他却要关起房门，亲手划开小黄的肚子，把行军图塞进他的内脏里。如意那么爱哭，眼泪或许流了一整夜吧。可饶是在北疆混迹3年的我，也实在想不出比这个更稳妥的方法，把行军图送出来，还能让我顺手借机除掉4个细作。甚至最后，我带着小黄去祖母那里缝肚子时，祖母在和我拉扯时，也悄悄往里塞了张包着药丸的纸条。小黄，你又立功了。咱们白家的狗也不是孬种。从小路出了京城，一路向北。我不敢回头看，不敢去想象如意在宫里的情况，也不敢去想象祖母和母亲会不会贸然闯宫。其实我心里明明已经知晓那个答案，却只告诉自己快点赶到天水沟，那里是我的战场。国难当头，不容一丝犹疑。抵达天水沟时，一群村民因为木桥被破坏，无法渡河而焦急地聚集在河边。他们还不知大金的军队马上就要来了，想着渡河做些小买卖。我掏出身上所有银子分给他们，劝他们暂避战火。他们才知道，20年前杀过他们家人的大金狗贼又来了。一位老伯找到我，将军，要不我们帮你们造一座桥吧？这么多人，2天时间足够了。我摇摇头，我们必须在1天内拿下天水沟，否则毫无胜算。桥被破坏了，说明皇后他们提前在天水沟做了安排，大抵是调用了附近城池的守军，至少也有3、5千人。这场战是根硬骨头。见我神色凝重，老伯要喝起来。各位乡亲，大金狗贼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把门板撑起来，让将军们渡河可好？好，我先来。李伯，您都60了，这冬天的河水受得住？受不住也得受，我死也不当亡国奴。对，不当亡国奴。一个接一个百姓扛着自家门板跳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，有白发老翁，有衣着光鲜商贾，有朴实善良的农妇，有10多岁一脸稚气的少年。他们对我喊：将军们，快上来！这时，我终于明白祖母留给我的字条上为何会写着天时地利人和。上桥！我当机立断，命飞雪带着白家军先行，自己殿后。大军过到一半时，霍家仪和沈长渊来了。霍家仪得知我要攻打天水沟，说他小时候在那里养过一段病，熟悉那里的地形，自告奋勇与我们一同前往。我没有拒绝，此时此刻任何一点助力都能增加大周的胜算。但沈长渊却拉住他，提出可以带他入京找霍老太君。我以为以嘉仪和祖母的感情，他定会跟沈长渊走，但嘉仪却坚定地踏着门板渡河。大敌当前，祖母会理解我的。沈长渊没再说什么。当第一个跳入河中的老翁受不住时，他下意识跳进河里撑起门板，并命他养的死士们一起帮忙架起人桥。3万白家军踩着皇子的肩膀，踩着百姓的肩膀，顺利渡河。白将军，山上已有人设伏，
如果想减少伤亡，可以挑选100余人，夜里我们悄悄从悬崖攀上去，打个突击。那个悬崖我小时候爬过，我愿为白家军探路。我默了默，视线停在嘉怡受伤的小腹上。你的伤？将军，我知此战事关重大，若没有十足的把握，嘉怡不敢请命。望着嘉怡坚毅的神情，我重重点头。好，你先行探路，飞雪率150人跟你上山，寅时出发。我把如意为我打造的红缨枪交给嘉怡，这把枪里边是一条粗绳，弹出后枪刃会变成爪钩，可以暂便爬山用的路绳。嘉怡对如意的巧思赞不绝口，她很好奇为什么会有女孩子痴迷做这些打打杀杀的用具，因为她想上战场，想像她父亲一样护国保家。提及许世山，我的心情有些沉重，他是在如意伤到腿部后才被大金细作盯上，并逐渐沦陷的。他或许不能接受自己的女儿却没有好结局，宁愿背弃大周也要为女儿搏一个前程。但其实如意的马疾有可能是被大金细作刺激后突然发的狂。战争的残酷就在于此，没有是非对错，只争输赢。我望着原地安静等待的白家军，他们又是哪个孩子的父亲，又是哪对老夫妇的儿子呢？可如今大敌当前，我们只剩一个名字，大周将士。寅时，嘉怡和飞霜出发了，有如意的绳索枪助力，攀爬很顺利。片刻后，山顶上传来厮杀声，我在山上憋着一口气，祈求这151人能多活下来几个。等待的间隙度日如年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，我终于等到了绽放的信号弹。全军听令，上山。我跑在第一个，山上安静无声，只剩漫山遍野的尸体。飞霜的头不见了，嘉怡靠在一棵树上，伤得不成样子。我憋回眼泪，摁住他的伤口，帮他止血。他轻轻把手放在我手背上，将军，不用救我，我吃了索命丹，现在不死7日后也会死。不会，你不会死。我拿出祖母给的药丸为嘉怡吃下，派人将嘉怡送到沈长渊身边，我想他或许还有余力照看嘉怡。处理完山上的尸体，我开始利用地利布防。至于天时，我向老天祈求一场大雪，老天还是偏爱了大周。大金的10万大军悉数被埋于雪崩之下，侥幸逃脱的也被从南境赶来救驾的霍远悉数歼灭。霍远说是我祖母修书让他来京城的，明白霍两家因为两家祖母互相看不顺眼，平时没有太多交集，但他收到信的那天不知怎么就立刻出发了。这就是将门之间的信任吧。我和霍远从天水沟出来，不敢耽搁，率军赶往京城。京城的情况并不似我想象中那般惨烈。城门上的守将是乔文宇，当日皇帝让他去查返乡记录时，我要他想办法把2城的守军都弄到京城来。结果他赶回京时，恰好是叛军与各府府兵打得最凶的时候。我问他，如意呢？他眼睛暗下来，在午门。午门上摆放着上百具尸体，都是大臣和大臣们的家眷。我看到了如意、祖母、娘亲。姨奶奶跪在祖母边上，哭得像个小孩。长明，我不跟你争了，不惹你生气了，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是韶华啊。长明，我承认，是因为你说你想挥枪想上战场，我才给枪取名长明的。我带你去杀敌，想让你看看南境的高原和雌鹰。我们2个总是你羡慕我，我羡慕你，斗了一生。长命，你是不是累了？那我们不斗了，我就跟在你屁股后面，姐姐姐姐的叫你成吗？长明，你走了以后，我遇到难事还能问谁？祖母闭着双眼，面容安详，我在她身旁跪下，姨奶奶与我抱头痛哭。明月啊，你祖母她把最后一颗药给我了，她怎么能给我呢？我轻轻拍着姨奶奶的背，姨奶奶，其实祖母在决定设这个局的时候，就已经将生死抛之度外。当她察觉宫里有人和大金细作达成合作时，故意放任皇后和李牧良把所有细作弄进宫，给他们营造出他们已胜券在握的错觉。祖母的战场无形无色，却也酣畅淋漓。我想祖母这回一定杀得很痛快。我的祖母是我此生见过最聪慧的女子，甚至早早算到李牧良是与皇后的人，而不是云贵妃的人，只因李牧良品茶时不慎提了一嘴坤宁宫常用的茶。他也算好了姨奶奶会陪他闯宫，算好如意得知消息后会将他引入宫中，
早早安排母亲带着各府府兵驰援姨奶奶。只可惜嘉仪的六叔没能救回来。战争哪有不死人的？父亲和2个兄长死了，飞霜飞雪死了，母亲祖母死了，小黄也死了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死。将门不缺钟鼓。出殡那天，百姓夹道跪拜，他们高声念着灵位上的名字，念到忠犬小黄的时候，没有人笑，反而许多人偷偷抹泪。我走在队伍最后，送别他们之后，我与嘉仪便要启程回北疆。被封为李王的沈长渊不知何时早早等在城门口。他问嘉仪，若本王希望你留在京城，你可否考虑考虑？嘉仪摆手，大金未灭，家国尚未全安，谈什么儿女情长，臣女唯愿长守北疆，还望王爷成全。他手里紧握长鸣枪，将星之照出显。姨奶奶欣慰地看着他笑，随后问我，明月，你祖母让你带的锦盒带了吗？祖母临终前托姨奶奶告诉我，房间的锦盒里有她留给我的东西。我带了，里面是她亲自做的核桃酥，又香又甜，又有一点点苦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